我们讲陆生团呢，今天上午离台了。那他们在离开机场的时候，有很多人去送机，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什么？是带着抗议的牌子去送他们。原因是因为呢，在讲出了中国台北这4个字之后，真的是到了每一个校园，就有好多人在举牌呛他一边一国。那当然啦，邱垂正呢，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在接受这个委员的询问的时候，他说了，最严重的结果就是之后可能马英九基金会6个月到5年都不能再邀访所谓的陆生团。那也就是说呢，现在有可能这一团就会是最后一团戛然而止。讲出中国台北那4个字的这个女生，她叫宋思瑶，好就哭了。那所以呢，这个萧旭成，我们的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直接讲，思瑶何苦为难思瑶？说吴思瑶，你哪可以为难这些宋思瑶啦？哈，让这些女大生啊来，她在她的国家，她在她对岸里面。主细汉跟大汉都是叫他中国台北，一来就中华裔，一来讲中国台北，那你为什么要去为难他呢？啊，当然这个是马英九基金会这边的讲法，但是呢，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到底这么一整个所谓的事件啊，到目前为止，请教湘龙哥，台湾这边的反应你怎么样来看？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要如何去包装两岸关系，或者想要让两岸关系降温，都不要把自己的外围团体训练成像是禽兽一样。我所谓禽兽，就是因为民进党现在外围就是青鸟，青鸟是飞禽；黑熊是走兽，就是青鸟加黑熊就是禽兽。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外围都训练得像是禽兽一样，因为青年之间的交流。就算是呢，这个年轻的女学生在受访，她整段的受访是对中华台北12强赛拿到总冠军，充满与有荣焉的祝贺之意。当她用中国台北的时候，她不是用中国台湾，她用中国台北的时候有什么错 ？Chinese Taipei 翻过来的时候，翻成中国的、中华的，有差别吗？那个只是我们翻译的差别。何况你认为我就是要用中华的，我不要用中国的。我告诉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国号叫中华，它只是平常惯用的，它用中国，可是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跟那中华民国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在那个字眼当中来讲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说在今天，就算没有宋思瑶讲这句话，马龙从落地的那一刻，民进党一定会出手的。我绝对不会再让第二个马龙来。马龙来了之后所引起的所有在外面的，在反呛的是动员的，但是去欢迎的没有一个是动员的，这很大的差别。第二个，你去反呛，随便你举牌，随便你开记者会，在现场都被自然欢迎的尖叫声给淹没，就是你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他在告诉你，就是说，当这些青年交流，派来了一些。让我们看不出一点都不像共产党的共产党。我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在我的网上留言说，当我在谈马龙的照片秀在我旁边的时候，他们都说唐湘龙比较像共产党。马龙一点都不像，马龙看起来就像是呢，在马路上走，大概就是台湾的一般的年轻人。唐湘龙看起来比较像共产党，我认为那个是对我的肯定了。好，但是呢，就是今天当马龙落地之后所引起的一连串的旋风，我认为已经超过了民进党的承受力。那个承受力，原来呢，所有的媒体，台湾哪里还需要戒严？台湾的媒体从48台到58台扫过去，你能看的顶多就一台，就这一台。其实其他的你不用看了，其他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它几乎晚上呢都是设定议题的。在这种的情况下面，马龙的新闻你都盖不住。当你盖不住的时候，当然就要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如果马龙的效应，马龙纯粹就马龙或者杨倩他们两个是带头的，但是你要去挑一个呢，在里面随团来的一个女学生叫宋思瑶，在媒体堵她的时候讲一句，她很客套的讲一句话，就只是这4个字当中的一个字出问题，然后说抓到。其实我就是要抓你，挑个鸡蛋里挑骨头，没有这4个字，我也要想办法把你干掉。我难道接下去还要看全红婵来？我难道呢还要改化台湾吗？
这叫矮化台湾吗？中国台的台北是矮化台湾吗？那为什么萧气全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不敢拿我们的国旗呢？中华民国的国旗为什么需要在这个地方的国旗到处都是？不要问萧巨人敢不敢，而是民进党为什么不能够大方的秀出自己的我们的国庆都拿着国旗。当我们告诉我们今年的国庆好多国旗，今天当我们今天拿国旗的是哪一些人？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当我们可以做什么？对，这些其实都已经不是重点。今天的重点只在于，当这些人过来的时候，两岸的青年交流，我们需不需要呢？不断的去呢，让他们心里面的有一个警报器，你来讲话要小心哦。到台湾讲话是要小心的哦，比你在大陆要更小心。今天的这些的年轻人呢所做出来的，台湾官方给他们示范，就是在台湾，你只要讲错一个字之后呢，你以后就不用来，而且你会拖累到台湾的邀访单位，他会落泪，是因为他真不好意思拖累到台湾的邀访单位，让大家以后都不用来了，这是民进党要的嘛？要的就讲出来就好。好，来，其实呢，后续是什么？萧旭腾今天讲的樊振东、全红婵，现在可能本来要邀请他们来，都不能来了。台湾其实蛮多他们的这个看过奥运的人，有很多他的粉丝。马龙就像刚刚讲的，他乒乓球真的打得好，所以很多人都会去看。那王世坚是这样讲的，他就说：“你被红来，你官人去攻上，对，要就别过了，你过了就不要叽叽喳喳。”来请教一下大佬。是这样哈，我觉得萧主任呢的很多表现，是因为今天最后这个结果不如大家所希望的，要负很大责任。今天马办如果把主任换成唐湘龙，我保证会更加smooth的多。你太小看我。我跟你讲，因为开玩笑的。我先宣布我的立场，我对不打仗、不流血、要和平的各种交流，我200%赞成。当然，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促进这个的，因为我们这边越来越小，对方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没有。当初我们都希望他们来呀，看看我们的民主啊。现在民主不值钱了。你想，几十年前大陆有人来的话，都不可以在台湾大学的门口照相，你知道吗？因为背后那个招牌叫国立台湾大学。那国立台湾大学有人跟国立回去就有问题了，到那种程度。但是现在就这方面，他们有自信的，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紧张了所以呢。所以要办这样，我们这种移东移西很紧张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办这样的交流，我觉得第一点主办单位或者是促进单位、接待单位的当事人最好是不要很有明显的、很积极的统独立场。马英九的立场现在大概的终极统一的立场，大概仅次于中国统一促进党嘛，统促党。所以呢，由马英九来办，本来大家就怀着异样的眼光在观察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这40个人的成员里头，就有3个是很亮眼的明星啦，一个马龙啊，一个杨倩啊，还有一个仙气飘飘的，连郭正亮都感动的那你把这欣赏了嘿。你把这3个都拿掉以后，其他的37个不都是道具吗？如果你真的也不这样讲啦，你如果真的要交流的话，其实是要避免这样。但是你避免这样的话，你这个团就没有搞头了嘛。所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难他啦。我想你的动机是干嘛？但是一路都还蛮顺的。但是对方当然有人在脸书上讲我们的2女中，我们中山女高是什么盘丝洞，那个是民间少数人的意见，这个我们就不评论了但是你现在我觉得萧主任讲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最后这个大姑娘讲了这个中国台北或中国台湾，中国台北那个萧主任都是公贵他说他把这个我们称对方是中国大陆划等号，怎么是划等号呢？我们称对方中国大陆是表示我们还客气的，不是完全是你一家我一家，因为这是根据我们的宪法。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简称啊，我们称中国大陆，你同意不同意？我们称开口、出口、闭口，独派的、民进党的、激进的，绝对不会讲中国大陆，他一定讲中国，对不对？是我这个人还算可以的，我是讲中国大陆，但是我讲中国大陆的基础，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简称嘛，这也是马英九的一中原则各自表述嘛，对不对？但是对方，我觉得他们要来，难道没有行前的 orientation？说可以爱势力没有北更敏感的代志。他如果讲说这次我们这边的团队，我们这边的
公安的不来接嘛，你要特别去强调这个东西，对方称我们是中国 Chinese Taipei 中国台北或者中国台湾，这个当然符合奥会跟当年李庆华的时代的那个妥协的条件。但是他们讲这个，我们根据我们的宪法，他们当然要根据他们的宪法，但是他们的一中原则的第3条，是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这次那个赖清德又惹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什么叫祖国啊？是我们大家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并没有讲的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是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而且我觉得那个中国严格上来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所以这个2个是完全牛头跟马嘴完全不对劲的。你肖主任，你干嘛乱扯一通？本来大家就不容易了解的，你搞得大家更加缩写都是缩写来。洪文姐先，追星也可以。回到这件事的本身，洪文姐先谈，洪文姐先。我要回到这件事的本身哦。其实我觉得王世坚委员他讲的很好，而不是在说要就不要过了，过了你就不要叽叽喳喳。好，他一直说那不一开始就不要让他过。但是我觉得他真正精髓在这句话。他说台湾明星坚强不可能几位体育明星来就统战台湾了。如果这样子脆弱，那我们早就被统一了。所以重点还是在于，今天我们是要不要这样的玻璃心？那我们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到底有没有信心？刚刚沈大佬说说什么民主不值钱？没有啦，民主还是很值钱的。我们尤其看到这次的这个韩国的戒严，那说实在，我们也接触很多来自大陆的朋友，他们对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是向往的。他们因为说实在，你说这个网络什么封网络，事实上他们都翻墙会可以看到，所以他也许对台湾有些事情他们不以为然也许他在经济上他觉得自己是比较强，然后科技上我们比较强，可是对于台湾的民主自由他们是向往的。那我想请问其实这位这个宋思瑶她是大一的学生对一个大一的这个女学生来说，你说他来统战我们，他讲了一个中国台北，我们完蛋了，我们全部都被统战了台湾有那么弱吗？被一个大一的女生讲个中国台湾，我们就全部都被他统战了？台湾什么时候会被那么弱呢？而且呢，如果今天对台湾这个，尤其不管青鸟也好，黑熊也好，你觉得这个台湾满满的台湾价值，台湾价值是什么？不就是民主跟自由吗？如果你认为中国大陆是不自由，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你在中国大陆不能乱讲话，对不对？你讲话之后呢，你可能呢就会被修理，你也会被出征，或者是你被处罚。那今天同样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发生在台湾？是不是发生同样在台湾？如果今天我们的交流让这些年轻的学生感受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友善跟民主自由的空气。我们本来希望让他们知道嘛，对不对？然后回去感受到在台湾真的不错除了小吃好吃之外，觉得真的台湾这种自由民主风气很好。可是现在不是，你会发现他讲错了一个中国台北，那惹怒了一些人，就开始出征他，然后甚至这个官方要处罚他。他是不是跟他回到大陆是一模一样的？请问一下，我们的自由的空气有让他们感受到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你以为说你今天伤害的是一个什么？以为我们被统战。我刚讲，如果被一个大一女生被统战，我们台湾太弱了嘛？我觉得最大的损失是，那真的大家觉得你台湾真的是自由的吗？是台湾，我讲错一句话你的官方还要出来，还要来处分我，然后处分我很害怕，女孩子很害怕，然后因此而落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从官方到，尤其这个民进党很多人，事实上这次陆委会，我知道陆委承受了一些压力，一开始就有一些民进党政治人物说这是来统战的可是陆委会说我们有核准，所以他还讲说，如果统战是陆委会让他来统战的吗？所以现在陆委会马上就说，那我们立刻马英九基金会以后5年都不能来，立刻做出处分。那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不被统战吗？我真的觉得今天两岸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如果你不喜欢人家的中国台北，
你不能去交流吗？你不能去说服一个女大学生，大一女大学生，如果你们这些政治人物连一个那个复旦大学那个大一女大学生你都没有办法说服的话，你只会在那个什么在立法院在那边咆哮，那是没有用的。好来，很短，我下一句话。是，所以陆委会并没有去否定说不能两岸交流，所以这次才让这个中国的这个体育团来到台湾。但是这个在来之前，当然会经过一些审核嘛，你有哪些人要来，你会说哪些话，那你不能谈及政治相关的事情，你要谈体育交流当然很好啊。所以我刚才说，大家想要去追星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毕竟是个金牌的选手嘛。可是前提是他的讲话你不能矮化台湾，你不能把台湾放在脚上踩嘛。那所以他们就再去触犯这些红线。但当然陆委会针对这个事情，就跟你当初要来台申请完全不一样啊。那你当然要接受相关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要求、规范或处罚嘛。那这个本来就是民主国家就是制度嘛，对不对？哎，其实也讲的不对，就要处罚他嘛。哎，你不能这样说。请问一下，当初在申请的时候，你跟中共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那你如果在中共讲的台湾难道中共不会把你抓走吗？你在中国才没有言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我在台湾也没有言论自由了。台湾当然有言论自由啊，前面有一些规范，立刻处分啊。你们两个都很是你先规范了，你就要遵守嘛，这游戏规则嘛。我觉得游戏规则如果做得好，基本上也不会有人反对他们来。我觉得你们反而让台湾丢脸啦，真的。来，回过头来哈，宋思瑶她那时候为什么讲这个？她其实全话后面是什么？她全话后面是说，哎呀，就像是呢，她那个时候去看兄弟嘛，说我们两个就像是 brothers， 对不对？两岸之间就像是兄弟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一起啊，可以在棒球上面越打越好。哦，有这样子的一段谈话，当然大家都被前面那4个中国台北这4个字给吸过去了。但是回过头，他这一整段谈话真的跟政治意涵有关系吗？我们聪明的话就要强调那个 brothers。我们不是很多独派的人就像说我们两岸是兄弟之邦吗？哎，一讲嘛，我让你讲过啊，刚不是去打电话你讲啊，所以我们就想问啊，到底你认为那一段话，你只在意中国台北那4个字，你认为是政治谈话，还是你觉得那一整段谈话，他谈的是体育，谈的是两岸共好呢？我们先进广告。不是啦，好，最后来看到的是劳动部哈，现在劳动部长洪申翰呢，他也进到立法院这边来接受备询。那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有关于霸凌案，下个星期他会来报告。你会问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他会告诉你，是因为先前的那些调查都是何佩珊他们这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现在这个什么他亲自来调查，所以呢，这个报告他下个星期会亲自来报告。他也特别强调，每一个他都看得到，也不会有所谓吃案的问题，细节不讲，因为只有他跟他办公室的机要同仁看得到，所以要大家有什么尽量讲，没有关系。好，可是徐巧芯就开始告诉你啦，那你确定只有这个案子吗？因为他也传出了说有人是集资送万宝龙给次长啊，也有人讲说什么说公文啊，如果说呢这个写的不好或什么的话呢，就会直接摔啊，或者是刁难他啊，让他想转调转不出去啊，就给他评60-70分啊，让考绩打很烂啊。他说这样子难道不算是霸凌吗？洪申翰讲，你没有太多具体的内容，我没办法办。有的话，你告诉我，我一定不会吃案。好，可是问题是呢，还没有查明之前，委员不要乱讲哦，这样会标签化，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兰姐，你怎么样来看？你对这个办案会有信心吗？原因是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案子调不调查得清楚，没有太大的坚定的信心之外，也还包括那个救案基金啊。现在12亿办竞赛等等那些内容，他有办法一次的都告诉大家到底真相是什么吗？对，我后来看到，而且这个讲到你刚刚讲的这个12亿，这个是林淑芬讲的，所以还是民进党自己报的。因为我曾经主持过他讲的这个什么国内什么技能竞赛，我那时候在主持的，我觉得这个利益非常的良好，就是说，因为现在台湾很多都是大学生满街跑嘛，那事实上技职教育反而被轻忽了，所以他这个部分是要鼓励这个年轻的朋友，其实是呢，如果说你读书不是那么在行的话，你拥有一技之长是非常好的哦，他们会鼓励很多怎么做鹅秋呀，做黑手的这个炒菜的啦，干嘛的都可以啊，那你就会在台湾比赛，然后出国去比赛。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个钱是用就业安定基金，所以你真的会忍不住会去好奇，或者会很怀疑，甚至会很生气，就是说你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大家都跟你讲了很多次了，这个部分是因为外劳来台湾，那也因此的话要求这个家里面有聘雇外劳的家庭必须要去捐出一些钱，然后目的的话呢，一个就是本劳相关的就业的部分，或者是外劳
有一些衍生出来的管理问题，都可以动用这个资金。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就等着你这个钱去用，你可以用太多，不然说你可以协助他们去做一些任何的职训啦，你可以呢给他们任何的这个如果说在这个失业的期间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啦，或者目前现在外劳问题非常严重，对，那跑的跑，逃的逃，那现在很多的地方都缺工，那这些钱你可以用的用处实在太多了，但你把这些钱拿来做这一些，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技职的竞赛是这样非常好的事情，但他没有预算，没有一个正常的预算可以去编吗？为什么要去挪用关于这个安定基金？更何况在前面国民党踢爆的部分是讲到这里有8000多万元，他拿去做什么呢？什么警卫室的什么修缮，什么会议室的修缮，什么就一大堆很夸张，还有什么脸书什么小编，对，还有垃圾和小编，还有这个网军，所以你把这些钱拿去用在一些完完全全不是适合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年来。其实一直，而且重点在于说，其实民进党过去的立委杨耀曾经踢爆过，对，但问题踢爆没有用，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刚刚问说，那大家如何相信？就包括说你如何相信这个就业基金，它真的会用在劳工身上，也包括这一次的霸凌案，如何相信民进党政府不会官官相护？我觉得很多的状况。就是发生在你只有在风头上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啊，大家都决定要透明啦，这个要悔过啦，要好好的去做。事情一过了以后，通通回到原状，甚至更加的恶劣。所以你看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的状况，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所以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对于民进党来说，我觉得很难啦。就是说你除非可以马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媒体的监督有关，媒体也是通常过了这个风头之后呢，大家也就是不去监督了。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对于民进党来说，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到现在，就是曾经民进党拿去批评国民党的部分，他自己本身。都已经陷入那样的同样的一个覆辙，而且更加的糟糕。我们刚刚讲到说，你会发现那么多的这个就业安定基金，你要么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小金库私房钱，你要买什么买咖啡的也有啦，演唱会的也有啦。再来一个，就你过去批评说什么党库通国库。你不觉得这也是党库吗？你都用在你的政党执政的一些地方，你都用在你的政党比较青睐的一些政策的地方，比方说绿能，你就补助特别多；比方说陈其迈这个高雄市就特别多。所以这些部分其实相当程度，当一个拿来必须要去稳定整个劳动的市场也好，帮助本劳的整个的环境呢也好，通通成为你民进党自己私用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说我们所有的钱。这跟尹锡悦他那个状况不也是一样吗？就是他气在哪里呢？我把那么多的纳税钱交给你，结果你那个预算乱编乱花，然后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政府啊，包括你自己的第一夫人，就是臭不可闻。所以我就说，当然不会完完全全的类比，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其实当目前为止，台湾、日本、南韩，我们的执政党都成为少数。的执政，它不是有若干的问题隐藏在里面吗？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走到现在？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各自，你看日本、南韩跟台湾，都是因为很多贪腐的问题，你辜负了老百姓的问题，你拿了这纳税人钱，你去滥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洪胜汉来说呢，他号称从这个社会运动起家的，真的就是眼前你要做就现在做出来，不要说等到以后再说。好，洪胜汉上任之后，他讲一句话叫做"向上管理对我来讲没用"，所以里面那个送礼文化，你们现在就不用了。可是大家就想到啦，那个时候救安基金不是传出吗？就是呢，在这个北分署这边有很多的礼物传说这个也是救安基金买的。那这个呢，现在就已经有涉及到可能是跟司法有关的问题了。那所以呢，现在包括了许明春，然后包括了这些人，他们也通通都在被调查当中。那大家就要问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包括了救安基金，还会有一个月基金报告，1个礼拜就是下个星期会有所谓的霸凌报告，大家真的能够相信他真的会真心办吗？因为他说不合宜嘛，会真办吗？其实光这个霸凌的报告，大家想，这个11月4号这位吴姓的员工不幸的这样轻生之后，那时候上一个所谓的劳动部长拖了2个礼拜，然后出来一个什么利益良善的报告，接着再2个礼拜，就是应该是洪胜汉出来了，他其实又在延长1个多月了，这到底是多么有结构性的问题？要这样子一个多月还没办法出这个所谓的霸凌的报告出来，这个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奇啦。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管劳动权益的这个劳动部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现在还传出来非常多，包括劳动部里面还有大家说还有多少个谢宜荣。刚才有讲到说，包括这个报告里面也只有他的机要可以看得到。其实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在谈论一件事情哦，他的机要应该是从他可能或许他从他立法院这些的员工部署带过去。过去他的员工部署，大家记得，如果在5月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什么青鸟上街头的时候。他的员工就直接的对警察大声的咆哮说：“你现在需要我叫党部的人来，你才会买单吗？你才会找人来吗？”如果是一个这样子这么蛮横的，对公权力都有这么阿爸的人，我不知道他的用人是不是他能够再更清楚一点。尤其现在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党团，包括很多的地方，现在陆陆续续接到非常非常多的公部门，尤其是公部门过去这些他们可能不受到很多的劳工保障，公务员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纷纷的像当年的 MeToo 案件一样，慢慢，他们勇敢的站出来。所以12月7号，其实包括民众党会在劳动部前面，他会举办一个游行，我们要反霸凌，我们要护劳权的游行，会一路的走到总统府。也欢迎下午2点大家来加入到我们。我们今天也出了一个民调，就是说大家是不是满意赖政府在这一次事件的处理方式？被不太满意的有30.9%，非常不满意的是27.2%。其实有高达58%的人是不满意赖政府的处理方式。那这一次呢，派洪胜汉来接劳动部长，也其实有高达49%的人不满意这样子的人士。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做的民调，我看到还有一些比较亲绿的媒体今天新公布的民调，其实也跟这个数字相符。所以我觉得洪胜汉的这一个霸凌的报告，包括刚刚讲的所谓的就业安定基金，后来小金库的报告，如果他不能够真的查到底，不能够信服于人的话，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没完没了。好，也必须要讲了哈，因为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就安基金每一年有200多亿的预算，那钱是这样花的吗？你那个细目一出来，后来我之前看王玉明委员他讲了，他去问，还发现说呢，包括了演唱会里面的录影带啦，好，还有这个剪辑啦、宣传口罩一个呢说客制化，一个要29块钱，这里面都是就安基金，可是为什么看不到预算啊？因为它是放在文宣费里面，是这样子用的吗？我们先进广告。好，来看到立法院立法院今天其实假动假动什么呢？选罢法跟年改的攻防，蓝绿都发假动，可是呢，你以为会文攻武会叭，不呢，今天没有动作片，原因是因为那个门锁换了啦，所以换了2道锁。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次没有人去开锁了？大家呢变成比较文攻的部分，来加锁之后呢，变成了文斗。原因是因为呢，就发言时间来讲，选罢法这一边呢，他们的内政委员会祭出了人海战术，说4分钟不够啦，要5分钟，5分钟最后5+1，然后外面的委员会的话呢，其他委员会的委员的话是4分钟。不管怎么讲啦，现在这么样一个选罢法的修法。我看到了这个看板是许志杰委员他自己带到了立法院里面去的。好，我其实蛮讶异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委员会自己带这样一个看板进到委员会里面，还在讨论选罢法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里面呢，他就讲了，这里面呢就是9个人他最害怕啦，他们现在提出这个他们就是要调高门槛，怕自己被罢免。来，请教洪薇姐。这个许志杰带的嘛，哈。那我不予回应，因为我不会像叶元之对他这么仁慈哈。因为许志杰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就想尽各方设法的来蹭声量嘛，对不对？所以他没事呢来攻击一下我们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说实在，也许我们都有一定的声量。那当我们回嘴的时候呢，他就有声量，所以我不会像叶元之这么仁慈。那回过头来再谈就是今天的攻防，因为本来今天大家可能主要是看一个是选罢法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年改的部分。那所以2个委员会2党通通假动。那在选罢法的部分，过去大家知道之前的那个就是落实查核版，就是要那个附上身份证影本的那个部分，大家记不记得打过2次？那2次都是因为呢，民进党也是早就去占据主席台，这里面还包含这个我们被推荐为什么100大什么女性，我也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但我们唯一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她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呢，破门而入，她有开锁的高超的技巧这样子的黄捷委员。那他们都是用先去占领主席台的方式。为什么占领主席台呢？不让你开会，他
不让你开会，在选罢法里面包含我们之前那个法案2次，还有这一次呢，也就是说要让他票票等值，就是说如果你要把他罢免的话，罢免票起码比他原来当选票多1张。在上一次的内政委员会在排案的时候，同样的这次呢有开锁特异功能的就变成沈伯洋委员了哈。那他其实应该要叫做沈伯所，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所嘛，就是代表他很会哈。那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就是不让你讨论。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因为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常常在讲说没有讨论，没有民主，对不对？常常没有讨论，没有民主。可是问题是在选罢法，他不让你讨论的时候，他就用占领主席台的方式。那今天那恐怕可能是因为2个委员会同时假动，因为确实他可能在人力调度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他这次采取了就是说用文公的方式。那文公的方式呢，大家就来讨论。但民进党一向如此，他就等于说大量的人力啊，大量的人就要去那个登记。可是他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完全不是事实。他说4分钟太少了，4分钟为什么少啊？除非你没有在立法院待过。我们立法院也有一些就是在质询比较热门的委员会，因为他可能有时候30-40个，那主席都会很主，他希望每一个委员都能够发言，所以他会缩短，就是非本委。所谓非本委，就是如果比如说经济委员会，你经济委员会发言时间可以长一点，这合理嘛？但是你不是经济委员会，那你来关心，所以比如说像经济委员会，经常就只有4分钟啊。这个我常常跑到经济委员会说，哦，4分钟啊，赶快要浓缩。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今天那个就是昨天的这个卫环啊，因为洪森还很多人要去执行他嘛，他也一样，他会去节制非本委的委员发言，这都是正常的。结果呢，今天民进党用这种方式，而且还要求特权，那包含他的党鞭蔡玉站住主席台不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席不让我结尾，比如说你4分钟，那主席已经让你多说了1分半钟，你还没有办法结尾，我不晓得你尾巴为什么要那么长啦哈。他说不行，一定要给我结尾哈，那他叫占据主席台。可是对主席来说，他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委员都会说我要结尾，对不对？好，那我每个人都拖个3-4分钟、5分钟，那今天是要开到12点吗？12点可能还有一些排队的人都还讲不到。所以民进党其实不管他是用武斗的方式，或者用文攻的方式，说实在，其实都是阿爸。那种阿爸就说，我不让你发言，我不让你讨论，就不让你讨论。是，然后我要讲话，我就要讲话，而你一定要让我讲话。老实说，这个在野党，其实我们都尽量的尊重。那每一次他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印过？我们从来没有印过啊。财划法、选罢法，每一次我们都是排案。好，你不是说委员中心制吗？我们尊重这个委员会，那么委员会去排案。但是真正不让你讨论，或者你要在那边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冲突的，其实每次始作俑者都是民进党。是好，其实呢，现在是李进勇的讲法是，如果真的是要你被罢免的得票超过你的当选票，他就认为这个叫做世界独一无二啦。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目前3党在这个部分确实是共识比较少的，所以刘世芳他的讲法是通过可能性不高。好，但不管怎么说，今天除了有这个选罢法战场之外，还有另一个是什么？是年金的改革。好，年金改革案呢，现在因为公教团体呢，他们其实已经跟各个党团都有跟他们沟通了哈，希望说呢能够来通过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他们认为所得地타率一直在往下调，那再加上呢这个通膨的关系，他们觉得这样不合理。那国民党呢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我们能够设一个下限点，然后呢民进党的部分讲说不走回头路。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大佬，你怎么样来看这2个战场？国民党你觉得他战力怎么样？我觉得跟韩国一样了，就是朝小野大，虽然没有严重到300-108，但是只要朝小野大继续存在，这个戏是要永远演下去的，演到2028。那但是因为剧情啊，或者是演出的方法啦、导演的手法啦，就每次都不同。对，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实在看不懂。那刚刚王宏威委员的那是一种剧情解读的一个角度哈，我不见得完全同意，因为他讲了以后，我觉得大家还是搞不懂。因为每天的剧情，为什么今天内政部长那么有把握说今天不会通过？他已经秀出来这个氛围，晓得今天其实没有人急着要去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今天这2个法其实对民众党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如果没有提我们自己的版本，因为选罢法哈，因为选罢法要不要罢免啊？他们都是不分区的，跟他们无关啊，所以他们会装得很高尚啊，然后找一些无关痛痒的。那公务员的这个东西，年轻要不要一路砍下去啊？我觉得这个是考验未来蓝白继续合下去，甚至2028以后还是蓝白合的话，这个民众党到底小白会偶尔会变成小绿，还是偶尔会变成小蓝？这是一个核心价值的问题。这个核心价值要拿得稳，然后方向要拿得准，然后呢要坚持，然后要落实的话，小白有变成大白的一天啊。但是呢，如果小白连这种问题都不敢勇敢地讲出自己的主张，所以呢，他宁可今天没有机会，不要讲。但是国民党也晓得，这个如果照这个军公教团体的意识去改的话，那国民党伤害很大。虽然有些民调说，没有啊，大家民调还是过半啊，支持要改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国民党是不得不表态，因为如果不表态，跟这些团体要的感情的败起啊，但是他们希望表态了以后，但是不处理了，所以这两个案子，所有3个党都希望演一下就好了就不要认真，不要认真去处理。好，来，其实公听会这个在我知道年金改革这边呢，蓝营这部分他们讲说，民进党要公听会，好，那我们就来办公听会。现在已经知道下礼拜会先办一场，来，民众党这边态度。我先讲一下刚刚大佬讲的那个，就是是不是小蓝或小绿这件事情啊。其实民众党本来就有提出自己的版本。我们刚才讲到选罢法的部分，民众党一直在讲，就过去他们一直讲说民众党就是会跟国民党一样，说支持所谓的罢免的门槛一定要高于所谓的他得票的门槛。高于1票以上，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民进党过去自己提的，包括刚才蔡宜还在那边讲的，现在2022年的时候就自己在那边讲，而民众党从头到尾都不是支持的。民众党提的是什么？他提的是说，在联署的过程中，他应该要严谨，他应该要有身份证的影本。所以我们本来就有提出我们自己版本，像上次其实包括招委陈玉珍没有把我们的版本送出去的时候，其实是吴秉瑞案。对啊，对，吴秉瑞自己策案的嘛。那陈玉珍那时候没有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提出一些抗议，然后也有一些救济的方式。我们本来就会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跟自己版本，不要每一次说，我们如果说比较支持国民党版本或者支持民进党版本，就是小蓝或小绿，这只是在整个议题价值上，我们认同的话，或是经过妥协之后，或是经过协调之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版本。那像选罢法就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自己提了我们自己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我们并不见得认同。那民进党我们也是说，民进党你要提出你自己合理的选罢法版本，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提出我们自己的版本。好来，但是呢，这2个议题，特别是在年金改革案这个部分，是很多台湾线下军公教人员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因为这个跟当时政府跟他们讲的不一样啊。那现在到底会改成什么样子？这个是必须政府朝野之间态度要拿出来，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们才能知道说我们应不应该支持。来，先进广告。好，我们总统赖清德目前人呢正在国外访问，好，他呢在刚刚离开了关岛。那在关岛这边呢，哇，这个新闻稿传回来不得了啊，什么？台湾第一人，台湾元首进到了关岛的官邸议会，同时在官邸里面唱中华民国国歌。我还记得这个新闻稿里面讲说，他一字不漏的都唱了，然后呢摆国旗，所以呢他也很开心，还说啊，其实呢在这里面他觉得说意义非凡呐。那同时呢也特别强调什么，他获得了这些友台的一些决议啊，好，包括说呢他进到关岛总督的官邸里面，他讲说总督跟他议长跟他呢，其实彼此都是跟公卫有关系的，所以他也觉得说，很欢迎你们来。我们这个话呢就很投机，但是他回程周末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件事情？好，原因是因为这个是路透社报道，路透社说听我们的国安人员说的，说呢有可能这个周末，你看最近什么船来的来啊，飞机去的去啊，都在我们台湾这附近，会不会对岸会发表军演啊？就因为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然后回到台湾，要给他下个马威。请教兰姐。我是觉得，如果就算军演的话，事实上，赖清德从就职，
然后呢，后来的国际演说，对不对？那更早以前了，他在副总统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境呢，这个美国呢去巴拉圭的时候回来也都军演啊，也都军演。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如果对岸军演，我坦白讲，我觉得我这部分也奉劝对岸啊，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效果了。坦白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礼如仪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就要表达告诉你说，赖清德不是我们现在能够信任的一个对象，那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只要赖清德有任何出访的动作，有任何的话呢，他听起来啊，就是让他们觉得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转变的部分，就算其实赖清德讲了中华民国，对岸还是不信任他，我必须这样讲啊，所以我觉得这对赖清德来说，当然也是他目前看起来为什么需要呢不断的表白中华民国的原因了啊，所以我觉得对军演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倒没有那么的严重啊，那更何况。说在赖清德出访以前，对岸就已经曾经说过，我们也曾经预测过说对岸要军演啊，结果也没军演啊，所以我觉得对岸搞不好也觉得说，你说我军演对不对？我就偏不要军演，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岸之间有些部分就有点赌气啦，包括我们刚刚在讲到说那个陆生来台，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女生统战谁了？我问你，谁被她统战了？你问看全台湾有谁被他讲了一个中国台北就被统战了？我们需要陆委会出来表这个态，我觉得也有点太过了啦。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就军演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反而是觉得对岸来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一下啊，是不是要适可而止？但是我当然相信他们是不断的要画红线啦，要让美国知道，就是他们的红线还是在这里。所以反过来说，我刚刚讲到这个中华民国，我倒觉得这个中华民国这部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包括说他突然之间在关岛唱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歌了啊！过去的赖清德其实呢，经常这个嘴巴是不打开的。那当然当了总统之后，他开始有在唱，但是呢，有点 murmur 那个样子啊。但他为什么需要在出访的时候突然之间唱起中华民国国歌？我觉得相当程度就是说呢，其实他对美国的表态是更必要的。就我觉得对岸对他不信任，比较可想而知。或许对他来说也不见得那么在乎，甚至如果对岸对他不信任，搞不好是他的一个光荣的勋章。但美国对他不信任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赖清德来说，他是目前希望近期可能去扭转的。因为其实美国对他不信任换来的有很多是他的一些不管是撞墙，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施展，他没有办法出口转内销。比方说这一次的关岛跟夏威夷，你再怎么讲，我们看这几天，我其实都不是那么愿意去评论他，就是你会发现。你其实你只能够去南太平洋岛国，你只能够去过境夏威夷跟关岛。坦白说，就已经是美国对你不信任了，你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后呢，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讲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受到很好的待遇啊，他们都给我们最高的待遇。搞不好因为关岛跟夏威夷很少有元首也去过境嘛，所以他们尽可能的都给你 favor。因为他们当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说，这个其实不是就中华民国总统出访，真的不是老美对我们这个友邦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个规格。他其实让赖清德相当程度穿了小鞋，所以他能够给你的什么州长来接机啦，之后议长来接机啦，去官邸里面唱歌啦，我觉得他就尽可能的在这方面满足你，让你可以回来跟你的国人做交代，或者跟你的支持者做交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他也不特别需要再去这样子。就是说一定要回来说啊，你看我们有突破了。其实你真的了解台湾的外交，台湾过去这些出访的例子，你随便去看一看，是真的没有突破。而且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个赖清德他必须要很慎重的，你即便嘴巴上面不承认，你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美国对你来说还是不信任你，是怎么样子在这样一个美国川普尤其要上台了之后，而且那么样的一个目前看起来动荡的一个东北亚的局势当中，你怎么样真的做好，大家能够相信你能够开创我们的一些位置或者空间，这才是个最重要的。是好，其实，在这一篇路透社的报道当中，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最后这一段，他说俄罗斯也可能会加入军演哦，这个就是变成联合利剑。C 嘛哈，联合利剑 C 它是帮你预演了说哦，有可能会有俄罗斯。为什么？因为现在基德级的潜舰，其实我们知道，它就一路也从这南然后往上，它也开始跟着往上走了。那突然之间，我们的国安消息人员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哇，那个效果又不一样了。请教向荣哥。我觉得路透社的白痴真多，何况还引用我们的官员更白痴。中共要解决台湾问题，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插手，那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止美国，他不会让你插手；俄罗斯要帮忙，他也不会让你插手。
作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唯一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何况在历史上面，中国吃过俄罗斯这么多的亏。我在寻求国家统一的最后一步的时候，我还需要你俄罗斯吗？今天老实讲，俄罗斯有帮没有帮，对于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有什么多大的影响？俄罗斯在远东的军力跑来跑去，不过就是那2条护卫舰，潜舰或许有它的作用，那2条护卫舰没多大鸟用。那我们在看待就是说赖清德出访的时候，也不需要，反正总是要做一些新闻吧，带了这么多的媒体。可就像蓝轩刚刚讲，当你首访去南太当年中华民国在南太最多邦交国14个，今天就剩3个。而且我也可以跟赖清德讲，你就算呢，你4年8年都不去，我看那3个都不会断交，那3个都稳稳的在那里。那3个就是你最后的，就在你所有邦交呢12个都断掉，剩下3个就大概就是这3个。这3个的总人数加起来10万人，比我们澎湖都还要少。你去关岛就算呢，关岛让你的开大门进官邸进议会，有啥意义呢？关岛大佬最清楚，关岛在美国的国内的地位比特区都还不如。它基本上面在关岛的所有的当地的原住民要取得美国籍的方式，就是加入美军。服完役之后呢，达到一定的役期的时候，你会取得公民，连投票权都没有。那你去关岛，不需要去大声的嚷嚷去炫耀，就是让你到南太走一走。理论上来讲，今天邦交最有危险的是呢，习近平才刚去过的南美洲巴拉圭，你应该关心一下。习近平就把南美洲洗一遍了，你巴拉圭还能够撑多久？中美洲现在呢，瓜地马拉是你应该要担心的，其他的都不需要你担心。去南太就是告诉你，你没啥地方去了。这几个小国家，你看到每次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呢，敢于跟国际社会的主流的意见背道而驰，跟着美国跟着以色列呢，在背后倒行逆施的。美国说的这几个国家都会跟着投票，这几个就是美国在联合国养出来的投票部队而已。台湾去访问这些国家，我不是说邦交国就不重要，但是不要在这时候去高举这些邦交国。这些邦交国，所谓的邦交国，在联合国的重大议案里面的投票记录是非常难看的。来，最后时间，魏珊。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出访是非常成功。你只要看到中国籍的跳脚，就知道这次做对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关岛上面，我们唱国歌，我们拿国旗，